这个法国的这个安古兰漫画展，算是法国最有名的漫画展，大概也是欧洲算最有名的漫画展。那为什么会有这一次要带20个漫画作者？然后是因为安古兰法国其实一直不知道台湾有漫画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当然很清楚知道欧洲是什么状态，然后日本的漫画很盛行，然后这几年他们也开始比较注意亚洲，所以他们就开始也有邀请中国，也有邀请香港。那到前几年开始发现，哎呦，原来台湾也有漫画，好像也很厉害。所以这20个作者里面就会有年纪稍微资深一点的，可能就是很有名的，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作者叫郑问啊。那这个大概是台湾算是画这种连环漫画里面大概是算是最有名的漫画作者之一啊。然后我们这个作者我们就比较是用邀请的方式，我们大概邀请了2个作者，一个是这个作者，然后另外一个是画那个赛德克巴莱的邱若龙，对，这2个我们算是邀请，那其他18个就比较是用大家来报名了之后，有一个委员来挑选这样的方式，所以大概就真的就是刚好是1/3的是比较差不多大概都是40岁以上，然后有1/3的大概就会是落在30到40中间，然后另外1/3就是30岁以下，所以大概最年轻的大概23、24岁，还在师大念美术系。不管你是一般的读者，你是出版人，你是专业的，他们先看到哦，原来是台湾，然后接下来的认定就要来认定漫画。那这漫画里面就会有啊，其实这次有几个作者的东西就会已经被说，你那个东西可不可以出版？然后已经有好几个作者，大概有5、6个作者哈，像邱若龙，像小庄，然后像郑问，然后像易峰，就好，大概有5、6个作者的作品都已经被说那你这本说已经在进行谈这个东西的状态。可是我觉得这个都就是开始而已。有几个作者是一下子就会被抓去，就是在那边拍照，因为他是一个台湾的漫画作者，可是他画了一个欧洲的故事，那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没有想过要说这个故事？我们怎么没有想过要说用一扇窗户来去说这样子的故事？那对他们也，他们觉得，这个还蛮有趣，而且画他觉得好像是在说我们的故事，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另外一组作者也有一些女孩子就非常喜欢这种的，她就会觉得哇，好中国，好异国啊，原来东方是这个样子啊，是，所以这个是平凡跟陈淑芬，所以几个创作者会比较受到瞩目。但是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个他们自己喜欢的，就是漫画作者都有他们喜欢的漫画迷啦，有他们自己喜欢的方式。那出版社就直接看嘛，出版社就是看接下来这半年后会不会有，我觉得20个不可能啦，应该没有这么多的每个人都卖出他的版权，这个我觉得比较不可能。可是我想可能有3到5个作者的作品。像小庄的这本是已经有西班牙跟荷兰文了，那现在就看会不会有法文版，就这样的。那每个创作者应该会找到他自己的方式，所以那个我没有办法跟你说，就是他，就是这个人。台湾可能很特别的地方有几个东西，一个是他的 mix， 他等于他看到了日本漫画的分镜，他看到了美国漫画的人物构造，他看到了欧洲漫画的细腻跟风格。那最厉害的人会在这里面找到一条把这件事情 mix 出来的东西。台湾的状态是，因为是一个岛国所以岛国的好跟坏都在这个地方。好处是说，其实都看到，这些创作者其实那个眼界其实都还蛮放开看的，所以他们也看了很多的这些东西。所以美国人的创作程度，如果能够跳开日本漫画之外他们其实每个人的那个视角跟技术
那个大概都拉到一个状态。所以技术面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不大的啊，就是技术面可能是可以拉到一个状态，很多地方技术很好，也都很好，很多人也技术都很好。那剩下的是说叙事故事这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角度？那这个东西就刚好，台湾因为这样的状态里面，它有台湾，它有中华文化的背景，所以对我而言，这个故事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就发生在这块大土地上面的事情，对我们而言都不陌生。孙悟空、西游记，然后三国演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一个如何从这一块大亚洲来去思考。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强项啊，就是我会觉得台湾可能有机会叙事这个，因为中国很可能会集中在它的土地里头，韩国有一个这个状态，那日本因为自己自我自主太强，他也不太需要。那香港又是另外一个状态，香港因为只有2种，香港就是要么就是武侠，就它的主流全部都是武侠，那它的独立创作现在也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有办法找到一个几种创作模式出来，就是台湾漫画的下一个 wave 啊。比较年轻的漫画作者，他们其实一开始都是这几年我刚刚讲过，年轻的漫画作者的出现大概就是几种啊，一种就是在网络上出现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弯弯啊，你可能会听过弯弯啊这样，然后可能会有听过一个叫马克，就是好几个人他们是在网络上画漫画，然后他们才在网络上发表，然后这样子走红。另外一些是所谓的我刚刚讲的同人志啊，他们就自己画了一个，然后在那种可能一次3天的展览或2天的展览，他们就印100本、200本，他就是卖200块啊，就是可能就是几十页、20-30页，他就卖200块啊，然后那他也就觉得，我画了，然后我卖了，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社团学生活动，但是因为从这里面他们开始找到他们的漫画迷，他们开始找到他们的对话，原来我们有一群人在画画，所以这个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们有网络，我们有同人志，我们有 collection， 我们有艺术有展览、创意市集啊。那我希望再加上国际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开始慢慢的变成他们开始走出去，这个潮流是在这几件事情加起来之后才产生。任一个可能都成不了气候，你只有网络可能不够，你只有同人志可能很小，你只有创意市集展览可能会太艺术，可是你只有国际，可能也就是就是只是去参展，可是这东西包起来回到一个核心点，是说画漫画，说故事，这个东西回到这件事情上面，这整个事情包在一块，可能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能量。这个是我说的 wave 的，我们在等待的 next wave 是这件事情，这样。